大家好，宠粉的一胎又来了。对于明星们来说，外在形象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这个看脸的时代。不过，除了精致的脸蛋，优越的身材同样重要。但偏偏有那么一群女星，她们长着一张惊艳绝伦的脸，可一看全身就完蛋。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被身材拖后腿的明星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马思纯。早年间的马思纯因为当书模而走红，其颜值、身材和气质都备受夸赞。左耳里饰演了黎巴拉出车祸去世时，全场观众都哭死。将军在上中饰演女将军叶昭晋升为国民老公。当然，马思纯的事业高光时刻莫过于2016年凭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夺得金马奖影后。在和周冬雨主演的电影中，马思纯一度被封为文艺女神。原本以为马思纯会成为超一线花旦，而她却在事业高峰期坠入爱河，跟左耳里的男搭档欧豪相恋，并且不顾粉丝唱衰，屡次在公共场合高调撒狗粮。可是这段恋情却只持续了1年多，感情失意，主演的影视作品又没有爆款，再加上忽胖忽瘦的身材，硬凹的文青人设崩塌，铺天盖地的吐槽，导致他的心理防线崩溃，从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。通过1年多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才逐渐恢复，可恢复后的他竟然迷上了风评不好的张曼乐，身材不断走样不说，路人缘还一降再降。前段时间又因为不遵守交规，往车窗外扔垃圾惹众怒，就连新电影《断桥》都受到了牵连。真希望女神能及时醒悟，再回巅峰。和马思纯的后天自暴自弃不同，鞠婧祎的身材就属于先天短板了。当初凭借偶像团体出道的她，近些年发展非常不错，不但影视邀约不断，整体曝光度也非常高，可以说是90后女星中的佼佼者了。虽然鞠婧祎的脸是人造脸，但却整得很成功，即使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也非常能打。然而纵使鞠婧祎的美貌惊人，她的身材却仍然是一块短板，尤其是一双小短腿，实在是太拉垮了。2020年，鞠婧祎在机场被网友拍到，路人镜头下的鞠婧祎完全暴露了自己身材的劣势。更关键的是，她的身材比例非常奇怪，看上去头围和腰围一般粗，显得有些头重脚轻。不少网友见到这一幕忍不住吐槽道：脸可以整容，身材是真的没办法挽救了。当初鞠婧祎参加微博之夜时，她的工作室曾经放出过她的美照，照片中她身穿泡泡袖的鱼尾裙，看起来风情万种，可在现场看的效果却完全不同。由于鞠婧祎本身就长得不高，搭配上这种礼服更显得她非常瘦小，只有一颗脑袋格外突出，看起来非常突兀。在很多粉丝心中，鞠婧祎堪称完美，实际上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少了团队的营销和宣传，真的没有那么多光环。Baby 虽然演技不怎么好，但是她作为一个花瓶，在大家心中还是一直很合格的。无论是出席各大红毯，还是亮相综艺， Baby 的形象一直都是非常好，几乎每一帧都可以当壁纸。但就那么一次的跑男录制，让 Baby 彻底暴露了身材上的缺点。从这张图片中，我们能明显看到，光着脚踩在草地上的 Baby 是55分的身材。虽然 Baby 身材上有缺点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她真的很会穿搭，在99%的镜头面前，都能为观众奉献一个状态与颜值都在线的自己。同样通过穿搭扬长避短的还有王子文。在大家的印象中，王子文一直是古灵精怪、小巧玲珑的代表，他在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也是如此，比如《欢乐颂》舞美之一的曲筱绡，王子文的五官精致，容貌出众，尤其是在电视剧或者是精修图中。不过官方曝光王子文的身高只有159厘米，而他实际的身高可能还要比这更矮一些。吴奇隆就曾跟他开玩笑说道：我坐着跟你站起来差不多高。王子文自己单独出镜还好，可是他跟其他明星一起走红毯时，这种身高差距就会异常明显。比如下面的这张图中，王子文站在一众明星之间，就像是个小孩子一样，跟《欢乐颂》中的其他舞美同台时，也像是一个小矮人一样，即使穿着一双恨天高，还是要比身边的蒋欣矮了半个头。好在王子文对于穿搭非常在行，而且他的审美也非常优秀，总是能把自己穿出170厘米的感觉。邻家妹妹沈月就比较惨了，身材虐不说，穿搭还不在线。2017年一部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走红网络，剧中的女主角沈月也借此一炮而红。沈月的长相清新自然，有一种邻家少女的感觉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她也借此收获了不少粉丝。
然而走红之后的沈月很快就遭到了质疑，甚至有些网友表示沈月不像女明星，原因不是别的，正是她的身材。从精修图中走出来的沈月，虽然容貌依旧精致，但是却暴露了自己身材上的缺点。官方数据显示，沈月的身高是160厘米，但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她的身高或许还达不到这个数值。从一些活动上的照片来看，沈月的腿又短又粗，看起来少了很多美感。而且沈月还不懂得扬长避短，偏偏喜欢穿一些短裤短裙，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得淋漓尽致。单独出镜时，她的身材短板就已经非常明显了，跟其他明星同框时更是降维打击。比如她跟陈都灵的这张合照，两人的颜值暂且不谈，光是腿部的差距就让人非常吃惊了，可以说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不光如此，由于身材矮小，沈月走红毯时的效果跟鞠婧祎如出一辙，整体而言就像是小孩子偷穿大人衣服一样，非常违和。女神高圆圆也被腿坑惨了，光看上半身，她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字：美。笑很美，哭很美，在路上逛街都充满美感，但却有很少人注意到，其实女神高圆圆的身材也很虐。她和沈月的身材硬伤是一样的，腿粗腿短。穿裙装时，高圆圆360度无死角的能打，但偶尔穿个紧身裤装，就将她身材上的缺点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。一旦选对衣服，又是那个美美的国民女神了。铁肺小歌后邓紫棋也因为腿被诟病过，2012年一手泡沫让邓紫棋一夜爆红，成功跻身一线女歌手的行列。走红之后，邓紫棋的曝光度越来越高，频繁在公众面前露脸。按照大众的审美而言，一双大眼睛搭配上婴儿肥的脸蛋，邓紫棋的容貌称得上是甜美可爱。而这样的甜美外表下，却隐藏着富有穿透力的歌声，这样的反差也让她别具魅力。当然，邓紫棋也并不是全身都是优点，她的身材就是一块短板。邓紫棋的身高仅有157厘米，而且还是标准的梨形身材，本身她的腿就比较粗，而且她还格外喜欢穿皮裤，这就相当于完美暴露了她的缺点。每当邓紫棋穿着皮裤亮相时，她整个人的气质都被瞬间拉低了一截。她的经纪公司曾经一度严禁她穿皮裤，奈何邓紫棋貌似对于皮裤有一种执念，明知被暴露缺点仍然我行我素。后来邓紫棋终于开窍了，她不但开始减肥，还认识到了自己审美方面的问题，换上裙装分分钟美炸。李兰迪的状态就很不稳定了，作为一名95后女星，她饰演的角色一般都是清纯少女，这对于演员的形象有着严格的要求。在《你好旧时光》中，李兰迪饰演的于周周就好评不断。当时李兰迪虽然不瘦，但是身材看起来比较匀称，再加上清纯可爱的脸蛋，让她成功圈粉无数。不过李兰迪长得不高，但凡稍微胖一点，身材就会严重走样，很容易变成土肥圆。比如在《梦回》中，李兰迪就因为胖而遭到了网友的吐槽，和搭戏的男演员站在一起，竟然显得虎背熊腰。其实类似李兰迪这种身材的女星，真的是一点肉都不能长。在现代剧里，她们还能靠穿着打扮遮掩，但是一到古装剧中就容易原形毕露。同样的情况还有蒋欣，她是颜值演技俱佳的女演员，《甄嬛传》中的华妃，《欢乐颂》中的樊胜美都是大美女。蒋欣的脸型很小，五官比例也非常协调，只看脸的话，算得上同龄明星中颜值比较出众的一位。只可惜蒋欣的身材实在太拉垮了，她是天生的大骨架，只要略微发福就会被放大数倍，镜头稍微不注意就会呈现出一种壮硕的感觉，脸蛋小巧玲珑，身材虎背熊腰，成了观众吐槽蒋欣最多的点，也给剧组的摄影大哥增加了不少难度系数。这样的身材穿衣搭配就显得格外重要，但现实生活中的蒋欣似乎压根没想过扬长避短，出席各种活动经常穿一身艳色的紧身长裙，将自己的身材短板完全暴露出来，成了女星走红毯穿搭的负面典型了。偶尔穿搭得体的时候，就会引来网友的惊呼蒋欣好美。不过演技过硬的华妃娘娘应该不会在意这些吧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连明星的身材都有这样那样的硬伤，我们普通人也不必太过身材焦虑了。圈行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，整个圈子几乎充斥着一大群的俊男美女，让许多粉丝恨不得舔屏。然而事实上，这些明星们颜值真的就那么高吗？这可不见得。俗话说颜值不够，P 图来凑。许多女明星的颜值发出来的照片确实好看，
但这样说颜值，或许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高。就好比今天要说的几位女明星，每一位都堪称粉丝的女神，但在 P 图上却总是出现各种令人社死的爆笑场面。今天仪态就带大家看看明星没有 P 图都长什么样子吧。范冰冰的颜值是圈内公认的高，肤色白皙不说，就连身材都让很多同行嫉妒到不行。但事实上，这位曾经自称我就是豪门的范爷，却有着令人忍俊不禁的 P 图翻车场面。有一次范冰冰发了一张美照的时候，但从照片上看其无愧于四旦双冰颜值第一的名号，但这时很多粉丝却注意到了她身后的镜子，一不小心范冰冰的身材彻底被镜子暴露了出来。虽然差距不是大的离谱，但却完全不如照片中的高挑纤瘦，反而有腰胖了一圈，人也矮了不少。刘亦菲作为知名的神仙姐姐，在颜值方面属于圈内天花板级别的女神了，但熟知刘亦菲的粉丝都清楚，论颜值人家确实高到离谱，可在身材方面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缺陷，就好比她的腿一直都是硬伤。有一次刘亦菲的自拍生图被媒体曝光在了网上，然而比起此前刘亦菲却曾经上传过一张精修过的自拍照，对比起来神仙姐姐本人虽然依旧精致美艳，可在腿上明显缩短了不少，完全不符合她自己上传的那张照片里面修长的美腿。自从《仙剑3》之后，唐嫣也成为了大家喜爱的一位女神。就颜值而言，唐嫣本人在圈内虽然不算太惊艳，但整体水平却均在线。特别唐嫣那双修长的双腿绝对是很多粉丝梦寐以求的。或许是过于追求颜值上的美白，有一些唐嫣在活动上的照片被曝光和她本人发的精修照有所差别，当然在腿型和腿长方面依旧无懈可击。可因为过度美白 P 图使得精修照里面的双腿有点失真，连膝盖都没了。热巴如今有多火就不多说了，在杨幂的热捧之下，热巴堪称整个圈内最赚钱的女星之一。杨幂的公司至少有一半业绩是靠热巴撑起来的。而要说颜值，热巴那充满异域风情的五官也是她走红的关键。只是谁曾想热巴居然也因为 P 图翻车过。在一次拍摄时尚写真当中，热巴优雅地靠在铁架子上，不料铁架子光滑的一面却不小心暴露了她鼻子的部分，本来白皙高挺的鼻梁变化有些明显。同样失去了膝盖的还有林允。众所周知，星女郎林允属于微胖型，腿在娱乐圈不算很细，不过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短板，却总是喜欢把腿 P 得又细又长。然而 P 图太过猛，居然把自己的膝盖给 P 没了，相当的尴尬呀。难道女星都喜欢玩膝盖消失？自从和黄晓明离婚后， Angelababy 在圈内的资源越来越不好，特别是现在跑男这档综艺的热度也不高了。但是 Baby 确实是吃到了第一波跑男的红利，让观众见识到了女星不同以往的一面。虽然 Angelababy 在演戏上一直饱受诟病，但在颜值上确实过硬。在圈内女星一直以白又瘦为标准，因此 Angelababy 自然也不例外。在她的自拍当中，几乎每张都瘦得让粉丝觉得心疼。只是瘦归瘦，P 得太离谱，粉丝们看得也很出戏。就好比这张照片里，她的手腕 P 得比小孩子还细，就很奇怪了。作为某女郎的周冬雨在圈内名声一直起伏不定，尤其是最近爆出的和小5岁的刘昊然恋爱的消息之后，肉眼可见的人气下滑。但是她作为演员，演技确实是一直在线的，当然千古绝尘除外。周冬雨的颜值一直都不算是很出彩，但却相当的耐看，一张是很舒服的电影脸，让她成为了很多导演喜欢合作的对象。不过在身材上一直都是周冬雨的缺陷，就像这张照片里面，周冬雨明显 P 得有些过于高挑和白皙了，可惜旁边玻璃的反光彻底暴露了她。小黄鸭一直都是小黄鸭，想变成白天鹅估计还得等些年吧。安以轩曾经也是许多网友年轻时候的女神，不过她是台湾人，主要发展也在台湾，这几年名气大不如前，不过谁又能否认她的颜值呢？哪怕如今她已经结婚，但她饰演的林月如依旧是网友心里的白月光。只是女神似乎也开始变得要靠 P 图来支撑自己颜值的地步，毕竟上了年纪，皮肤松弛也正常。不过这张照片磨皮磨得确实过分了一些，仔细看脸型有点模糊不说，就连鼻孔都 P 没了，这就很令人尴尬了。后来安以轩还解释了这事儿，说是鼻孔被 P 图软件当作痘痘处理掉了，当成痘痘。
快告诉我们这个 P 图软件的名字，仪态要去给他打1星。对关晓彤来说，网友只想说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，这句话其实也没有太多大毛病。作为一名童星，关晓彤确实陪着大家一起长大，人气也是不低，被誉为国民闺女。自从她和鹿晗官宣之后，虽然人气下滑了不少，但是两人稳定的恋情和娱乐圈作为为数不多的谈恋爱不圈钱的明星，现在的人气可以说是不减当年。在颜值上，关晓彤只能算是在线，但她的大长腿在娱乐圈确实少有人能敌。但是为了凸显自己的美腿，将自己的脚趾头 P 成了7根就很过分了。P 图可以，但还请尊重客观事实，毕竟变美也是要讲究基本法，不是？总而言之，网友看完之后已经无力吐槽了。同样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杨紫，经常被她的好友张一山吐槽腿粗，她 P 图也是真的下手有点狠，P 的痕迹实在无法忽略。看着那条扭曲的斑马线，杨紫你能忍受修图师的粗心大意吗？修图师啊，你出来，你告诉我你是认真的吗？张碧晨那可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级人物，身材高挑匀称，在我们普通人眼中基本属于毫无缺陷的那一种。但是修图师的心思哪是我们普通人能想明白的？人家追求的美已经接近极致了。看张碧晨的身高蹭蹭长，旁边大叔的身材都变形了。修图师，你先告诉我张碧晨的脚是不是45码的？沈梦辰作为芒果台的主持人，前几年确实令人诟病的地方有很多。因为作为杜海涛的女朋友，沈梦辰一直被吐槽靠男朋友上位。现在结婚了，但不拿着两个人的恋情炒作了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沈梦辰确实在综艺方面有着不错的才能。不过沈梦辰在一些地方也会显露自己的小心机，就比如在一次和大表姐刘雯合照的时候，沈梦辰为了不让自己被比下去，于是将照片进行了精修。照片中的沈梦辰的身高和腿长明显拉长了不少。不过网友看完之后都笑了，和国际超模刘雯一样高，难怪网友都表示想吐槽。能和沈梦辰一战的是张嘉倪，张嘉倪在微博上放图求赞，结果赞的最多的评论是最后一张 P 的有点过了，花盆都变成花瓶了。请看后面的大叔，张嘉倪可能有2个他这么高。好的，你们都是娱乐圈的女排队员，长着这样一双不合逻辑的大长腿，还有早年间的杨幂，这谁看谁能不迷糊呢？为了拥有一双傲人的大长腿，把背景线条 P 的歪七扭八的事故简直太多了。瞅瞅李小璐 P 的有多放飞，直接把床的边缘 P 成弧形。赌王家的长孙已经出生了，所以大家现在理解为什么超模也要 P 图，而且还 P 肚子那一带吧。大家要像欧阳娜娜勇于承认自己 P 图失败，被网友抓包把金属栏杆 P 完之后，立刻谦虚表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。把背景线条 P 得歪歪扭扭还算好，最惨的是把自己身体本身线条带歪了的那种。P 了腿害了手，比如可怜的娜扎看起来好像是往内推了大腿线条，这下大腿线条倒是完美了。可是你们考虑过手臂的感受吗？手臂说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P 图师傅太嗨了，经常让明星缺磕不少腿儿。倪坤这张优秀的腹肌照乍一看流口水，仔细一看好像有什么不对啊。倪坤，你的肚脐眼呢？也被当作痘痘处理掉了吗？总之呢， P 图是当代年轻人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，而 P 图的意义在于适当掩饰缺陷，放大优点。相比起以上那些小问题，再大事故其实 P 的不像本人，大家都认不出来是你。 P 的再美再大长腿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比如我今天看到的一张女明星照片，很美，虽然嘎吱窝那里的线条有一点怪怪的，但是也不用纠结这些细节。只是我想请问你哪位？是 P 成张天爱的秦岚吗？还是马苏、曾黎、李小冉、包文婧？大家看出来是谁了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仪态进行互动哦。事实证明，女性们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好看，总能做出各式各样的技巧来。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女明星穿紧身礼服时有多崩溃吧。刘涛某次走红毯时选择了一身红黑拼接款紧身礼服，这身礼服相当美，将刘涛的好身材完完全全的衬托了出来。可亮相采访间时却尴尬了，主持人王耀庆让坐下聊，奈何礼服太紧了，刘涛只能坐在沙发扶手上。王耀庆为了缓解尴尬，也高情商的陪坐扶手。
跟刘涛同场出席的还有红毯杀手迪丽热巴，她当天穿了一身珠光粉宫廷紧身礼裙，贵气又养眼。然而这只是不走动起来时给人的观感，一走动起来就显得有点尴尬了，因为裙摆太大，她只能双手提着裙子，还有2个工作人员扶着，然后踢着往前走，小碎步一点一点向前挪，一边走还一边说看上去还有点可爱和搞笑，连身边的助理姐姐都忍不住笑了。热巴为了美也是拼了，某次出席活动时，她为了显得瘦一点，咬牙把自己挤进了一条春卷裙里面，看得出来这条裙子的设计也是真的很紧了，光看着都有种难以呼吸的感觉，难怪热巴在拍照的时候都没办法完全坐下来。还有这条金色的吊带裙也是紧身的设计，完美勾勒出了热巴的身材曲线，就是走路有点费劲。这条牛仔裙也比较修身，因为是鱼尾裙的款式，所以裙子只有在裙摆的位置是撒开的。虽然视觉效果很好，但是走路的话就很不方便。热巴在走路的时候还要特意将裙摆往上提，看上去很辛苦了。除此之外，最让人心疼的还是在她后背的位置，当热巴转身或者侧身的时候，就可以明显看到她的蝴蝶骨被礼服挤压的凸了出来，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礼服有多紧，大概只有热巴这样的好身材才能够驾驭这件礼服吧。另一位红毯女王倪妮也经历过被紧身礼服支配的恐惧，亮黄色加紧身裙的组合很少有人 hold 住，不是显黑就是显胖，倪妮都 hold 住了。可惜一上场不久，倪妮就因为礼服的长度和紧度一时之间舒展不开，慌乱之中高跟鞋还踩住了裙摆，不仅差点摔一跤，还差点上半身失手。于是妮妮只能在原地摆弄半天才调整好节奏，幸好她红毯经验丰富，换一个人可能已经 hold 不住了。和倪妮这身锦色礼服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还有唐嫣，这身礼服膝盖处被绷得紧紧的，像一个倒着放的高脚杯。这么紧的礼服，唐嫣只有提起裙摆才能迈开步子。宋茜这条白色无比累赘的礼服也是一样，上半身紧到不行，下半身却无比松垮，膝盖以上又被束缚了，走路都费劲。但是小腿处多余的设计又让人觉得好累赘。跟宋茜有的一拼的还有奚梦瑶，同场活动她也穿了一件紧身礼服，由于裙子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，就是一条简单的一条紧身裙，把她的身材短板都暴露了出来。抹胸的领口设计把副乳都勒了出来，而扎着丸子头的她脸型也更加的圆润，彻底没有了超模的影子。之前一直被质疑怀孕，而在当晚的红毯亮相，满身的丰满感，估计让大家更加相信她怀孕的传言了。海清这套黑加粉的紧身礼服倒是不丑，甚至在精修图里还不紧，显得身材极好。可动态下就糟糕了，走起路来两胯扭动，小赘腹肉一览无余。更要命的就是因为太紧了，这条粉裙从胯皱到脚后跟，要不是因为材质好，真的是走完红毯就皱到不能看了。钟楚曦这身紧身礼服简单大方，可也是因为太紧，所以在迈步子的时候要提起裙子，不知道是因为裙子设计就那么奇怪，还是因为胯部太紧绷。在立定拍照时，钟楚曦从腰到大腿都皱巴巴的，本来是睡衣慵懒风的礼服，结果变成了穿过了1周没洗的即视感。郭采洁这套紧身皮裙也让人很迷惑，本身就足够瘦小的她，竟然还穿得这么紧绷，看她的脚步动作就知道，这条皮裙是真的很难让人迈开步子。江疏影这条粉色抹胸鱼尾裙，乍一看特别吸睛，也把她的好身材完美展现了出来，可动起来就不行了，一度紧到迈不开腿，真怕她一个不小心摔倒了。陈数受邀出席活动时也穿了一袭黑色紧身裙，当天陈数保持着最好的状态，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头发全部盘在后面，走路时用手提着裙摆，举止间静下优雅姿态。这条紧身裙巧妙地凸显出了陈数的傲人身材，曲线感尽收眼底，但也因为太紧，让红毯上的陈数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。当陈数到达拍照地点后，多余的裙摆拖在地上，显得十分杂乱，原本只需要用手随意提起来就好，但因为这条裙子紧身的鱼尾设计，导致陈数行动不便，压根儿就没办法弯腰，双腿也被限制了，中途一度走不动路，只能原地看着各位记者朋友摊开双手，一脸无奈。最后还是身穿抹胸礼裙的礼仪小姐上前为她整理了裙摆。裙摆整理好后的陈数立马恢复了自信，单手叉腰接受媒体朋友们的拍照，俨然女王的模样，仿佛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陈好就比较惨了，她自己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因为没有穿合适的衣服，成为红毯上的一大黑点。某次活动，她穿了一件抹胸礼裙，结果因为衣服太紧，胸前的
的肉被挤了出来，瞬间美感全无。国民闺女关晓彤也有过这样的尴尬时刻，她身穿抹胸长裙，领着小女孩走红毯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得罪造型师了，妆容看起来不是很精致，有点脏兮兮的，连衣裙不知道是不是小了，直接勒出了负数。关晓彤难得穿一件没有翻车的红毯礼服，没想到因为太紧全毁了。红星也因为选择紧身裙暴露了身材缺陷，她出席活动时身穿鱼尾淡绿色短裙，在简单布置的舞台上卖力演出歌唱。她的四肢还比较纤细，但肚子上的赘肉却出卖了她。在修身短裙的映衬下，她的肚子上有很明显的隆起，有种怀孕的即视感。说到怀孕，景科曾在威尼斯电影节晒出吸奶器。红毯当天，她穿了一件绿色紧身礼裙，可是长长的裙摆却成了罪魁祸首。走路时，她不小心踩到了裙摆，直接摔倒了。巧的是，她甩出去的手包里掉出了一个吸奶瓶，所有人都一脸尴尬。景科说，当时自己脸上火辣辣的，整个人都懵了。黄晓明的前女友李菲儿出席第63届戛纳电影节，也经历了社死时刻。由于礼服码数不对，走红毯时直接露出了垫子，但是她自己却毫不知情。话说回来，身材好绝对是穿紧身礼服的优势。身材高挑、前凸后翘的女明星选择穿紧身礼服更是最好不过了，像是乔欣、景甜、热巴。但紧身礼服穿不好也是真的灾难，比如红毯上艳光四射的张雨绮，早些年就有种非紧身礼服不穿的感觉。这一套睡衣风格的礼服，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她虎背熊腰的身材，胯部太有紧绷感了。还有这套薄纱紧身礼裙，虽然避开了胯部紧绷的问题，但走路是真的艰难。好在有陈坤在旁边拉着她，避免摔倒出丑。其实换种适合自己的风格也蛮好的，真没必要和紧身礼服较劲儿。柳岩也很喜欢穿紧身礼服，有裹得紧紧的黑色抹胸，有不透气的全红皮衣，还有从脖子裹到小腿的黑金星空面料长裙。感觉那些年柳岩能引领一波紧身裙的时尚了。但前2年柳岩穿紧身礼服，那真的是离时尚有10万8千里。红色紧身吊带打底，很凸显身材，但裙子上绑了一个巨大白色蘑菇状的东西，瞬间时尚度变为负数。人美身材好也不能这么折腾吧。张萌对自己的身材也很自信，参加活动时经常穿紧身礼服。在一次红毯活动中，她身穿绿色长裙登上舞台，花环袖和大裙摆的设计是非常可爱和高贵的公主风格。这件连衣裙引人注目的收腰设计，也显示了主人的细腰。惊艳是足够惊艳，可这腰硬是勒出了窒息感。果不其然，红毯过后，张萌自曝因为礼服太紧，把自己勒骨折了，还因此进了医院。要不说女星红毯狠人多，就像张萌说的那样，美是拿命换的。对于女明星们来说，红毯如战场，方方面面都至关重要，光鲜亮丽、气场全开的走完全程才是最终的胜利。含蓄保守，尽显端庄大气。有的人却非常敢穿，神威露背，真空骑上阵，直接在红毯上大胆秀身材抢镜头，可以说是非常吸睛了。不过通常这种时刻也是男明星们眼神最坚定的时候，永远目视前方，永远不敢东张西望。接下来一泰就带大家来欣赏一下这些亮丽的风景线吧。说到礼服，一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范爷。众所周知，范冰冰是出了名的貌美如花，能轻松驾驭各种款式的礼裙。她之前就凭借超高颜值，一度成为娱乐圈的话题女王，斩获大奖无数。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红毯上，范冰冰都能大放异彩，而且她本人很喜欢穿特别厚的恨天高，所以即使是与很多女明星站在一起，范冰冰也总是有一种大女人的气场，每次出场都会出尽风头，吸引无数粉丝。想当初只要有走红毯的地方，那范冰冰可以说是女明星中绝对的礼服王者。之前在出席某个活动时，她大胆地穿了件半透明的3D 裙，版型设计大胆且前卫，选材面料大胆开放。该礼服上半身能够看到范冰冰胸口处的布料是镂空的，菱形的镂空形状直接展现出她白皙的肌肤，使得范冰冰透出的肌肤若隐若现，更具魅力。不过确实，这种朦朦胧胧的美感才会引人遐思。从范冰冰的全身照中可以看见范冰冰里面穿了一件贴身的裸色短裙，不过不仔细看的话，还以为是范冰冰白皙的肌肤呢。而且这条连衣裙刚好就秀出了范冰冰的腿部线条，这样的服装一般人还真 hold 不住。但也只有范冰冰这样的颜值和身材，才能穿出时尚前卫的美感。
身材丰腴的范冰冰穿上一袭半透明的连衣裙，既不会太过纤细，也不会太臃肿，可以说是凹凸有致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说完了范冰冰，再来看一下拥有绝对美貌的迪丽热巴。热巴可以说是继范冰冰之后第2位红毯女王了，浓浓的异域风情长相，再加上华丽的礼服造型，让她常常在红毯上一鸣惊人。不过之前热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姑娘，即使走红毯也会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。之前也有网友调侃不敢露就不要穿，但这2年热巴改变了许多，对于礼服也开放了许多。在某次红毯更是大胆挑战了开胃裙，视频中的她身穿一件吊带白色抹胸礼服裙现身，披散着一头如海藻般的波浪卷长发，整个人既骄傲又妩媚，中间深 V 直到胃部只有一点薄纱遮挡，隐隐约约中增添了几分神秘，这也在大气优雅中带着一丝丝性感，彰显出了自己的优势，真是美的不可方物。当她一现身的时候，便立刻引起了现场媒体和主持人的关注，一时间所有镜头都聚焦到了她身上。而这一次她不再遮住好身材，反而落落大方地面对摄像头。许多网友看到这样的热巴，纷纷感叹，真是让人嫉妒的美貌，女娲你也太会捏了吧。作为迪丽热巴的老板，杨幂在时尚表现力上也是一绝，在圈内那么多女明星当中，她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，但凡有任何动静都能引起不小的热度，不管是出演影视剧还是受邀出席品牌活动，杨幂都能够带来极高的人气。除了有着超高的颜值之外，她也是一名实力派的女明星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杨幂的时尚感真的是非常强，每一次穿衣打扮都能够引得大家争相模仿。之前杨幂拍的维密大片曝光，视频一经流出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她首先是穿了一身红色的透视短裙，美艳到令人移不开眼睛。后来杨幂又换上了一套镂空透肤黑色吊带裙，胸上的透视薄纱营造出若隐若现的性感，腰间的透视设计令水蛇腰一览无遗，这诱人的曲线更是凸显杨幂的身材玲珑有致，那前凸后翘的样子更是性感爆棚，让很多网友都看得直流口水。之前在参加某杂志的慈善晚会，有媒体曝光了一组杨幂的近照，照片上的她满身珠宝，美艳十足，瞬间引发网友热议。活动当晚，杨幂先是化身复古迷灵，身穿一条印花抹胸礼服裙现身，夸张的配色，大气的线条，再配合杨幂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完美的展现了大幂幂的性感知性之美。除了服装设计大胆外，杨幂本人的状态也很优秀，立体的五官，性感的红唇搭配浓密乌黑的卷发，瞬间让人联想到了人间富贵花。除此之外，杨幂还为自己准备了另一件蓝色羽毛裙，换上这条长裙的杨幂瞬间性感邪魅了起来，合理的裁剪，灵动的羽毛，若隐若现的身材曲线，这些搭配让杨幂瞬间神秘了起来，整个人美得惊心动魄。虽然杨幂已经30多岁了，但是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完美无瑕，可见无论是哪种风格她都能够轻松驾驭，确实让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，也难怪会有这么多的粉丝喜欢她。赵丽颖与杨幂一样，在85花中也是拥有绝对地位，而且随着自己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，人气也是直线上升。在红毯上的礼服造型也是颇有自己的风格与魅力。之前在兰州某活动现场，她身穿一身超闪的透视长裙，既性感又魅惑。早前参加活动时，她还身穿一身蓝色长裙，巧妙露出性感小蛮腰。早听说颖宝的腰很细了，没想到这条裙子衬得她更加纤细了。还有在2021时尚芭莎红毯上，赵丽颖身穿鎏金纱裙，仙气飘飘，优雅高贵又不失灵动之美，举手投足之间仿佛带风，大长腿若隐若现，性感又温柔，这么亮眼的造型真是想不吸睛都难。同为85花的大气女星倪妮也常常是因为红毯造型而出圈。倪妮的红毯风格可以说是大方与性感并存，她明眸皓齿的大气形象真的深入人心，即使礼服布料再少都不会让人想歪。图片上，倪妮把大方与性感演绎得淋漓尽致，黑色抹胸钻石吊带搭配镂空设计，大气又高级。2020 GQ 年度人物盛典上，她黑色复古造型加上摩登风 YYDS， 在优雅大气中也不是性感妩媚。在这张图中，倪妮一袭深 V 吊带露背黑裙，天鹅颈大气而又明媚，气质高贵冷艳。再来看看这个完美的身材和衣服的搭配，再配上这张漂亮的脸蛋，这不是天上的仙女吗？
看来倪妮真的是可以把各种礼服都演绎得性感而又高级感十足。和倪妮一样有着天鹅颈的还有刘诗诗。如果倪妮是冷艳动人的黑天鹅，那刘诗诗就一定是高贵纯洁的白天鹅了。在之前出席金鸡奖红毯时，刘诗诗一袭白色花苞袖鱼尾裙亮相，这件裙子无论从袖子还是腰身都裁剪得堪称完美。这件礼服让刘诗诗仿佛化身一朵纯洁高雅的白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宛如从画中走出来一样。同样在红毯上也很能打的还有钟楚曦。在某届华鼎奖红毯上，钟楚曦身穿一袭粉色吊带长裙，胸前风光一览无余，粉红中透露着复古魅力。上图中钟楚曦以一袭波点蛋糕裙成功出圈，礼服胸前的小设计也是别出心裁，性感之余透露着甜美可爱。还有这个钟楚曦一袭深 V 露背银色礼服，身材360度无死角，简直气场全开。这张图中钟楚曦又身穿香槟色礼服，露腰设计展现完美腹部线条，整个人都流光溢彩。在同年的风尚大典红毯上，钟楚曦身穿绿色吊带古董裙，摇曳生姿的性感中有一种老娘就是全场最美的感觉。再来看这张图，钟楚曦一身银色亮片西装亮相，绵延红唇加长卷发，尽显女性的高级范儿。还有在2021慈善芭莎红毯，钟楚曦一袭抹胸深 V 波点鱼尾裙，这次造型更是秀出优越，气势逼人。与钟楚曦风格不太一样的乔欣在红毯造型上也是十分大胆。在2020 Cosmo 红毯中，乔欣穿着白色缎带真空裙，只见她上半身一块布挂脖，中间一块布缠腰，美背直接暴露在空气中，裙摆也是中间高开叉的设计，完美直观地展现了她的身材。这优秀的身高加上纤细的大长腿，让人忍不住问一句，姐姐真的不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吗？同年的2020腾讯星光红毯上，乔欣一袭黑色透视裙将好身材展露无遗，可以说十分强劲了。后来在参加微博之夜红毯时，乔欣选择大红色礼服出战，全身的花朵显得整个人赏心悦目，明艳动人，亮丽的色彩衬得她肌肤是白到发光，又是为美女心动的一天了。在红毯这种堪称女明星比美修罗场的地方上，女明星为了一枝独秀，在造型上往往下了不少功夫。好久不见的红毯秀的杨幂，这回亮相可以说非常惊艳了。杨幂本就属于外形和身材都很抓得住人的浓颜型女星，绝美的身材给人的冲击性很强，一下能把场子镇住。这次红毯归来感觉也很对，白色纱帽搭配复古波浪卷发与烈焰红唇，黑色羽毛吊带裙与造型相得益彰，整个气场很饱满，镂空的设计恰到好处，标准的复古名伶风造型。真是像极了油画里走出来的复古女王，不管是拍摄美照还是现场图，五官都精致无瑕疵，肩颈线优越，每一处都很完美，侧颜纱和锁骨纱太绝。不过杨幂的野心可不止这一点，这条看似简约的白色吊带长礼裙，低胸和高开叉的设计，成功凸显了杨幂本身的好身材。很多都知道她傲人的上围和又细又直的大长腿是她的身材优势，这次都能完美表现出来了，真是低调中带着小心机。和杨幂想法差不多的还有童瑶，作为红毯精英范的代表，这次事后童瑶明显突破自我，走起了复古港风造型。她选择的是深 V 领和开叉到大腿处的裙子，同样是可以突出好身材的利器。童瑶这条裙子的整体风格偏御姐风，无论是肩膀的设计还是面料都多了几分霸气的女王气质。不过过于慵懒的卷发让整个造型过了一点点，而时尚本就是差之毫厘的事情，这一点点就在绝美港风里多加了一点夜店风，过犹不及，有点可惜。但还是要恭喜童瑶找对了新的红毯风格，毕竟哪个红毯女王不是千百次厮杀出来的。宋茜本场造型也有些特点，黑裙外面加了一件渔网披肩，走的是秀场模特的搭配风格，映照可以看出一股贵气和精致，但现场图就稍微弱了一点。这身造型本身没错，是优雅大方的感觉，但换个身量更高的、气质更孤清的女明星，可能更能穿出气场冷媚、别具一格的效果。宋茜本身是乖乖女，硬凹颓废风感觉就是沉重，也没把斗篷的气场撑起来。其实为什么不走御姐风呢？如今的宋茜正是时候啊！要说惊喜，还是3金影后开启的保暖式红毯秀。淡雅的妆容搭配高马尾造型，上半身紫色长毛衣搭配撞色小马甲，下半身是驼色系带紧身皮裙。
原本灾难性的红毯造型放到周冬雨的身上却是出奇的妥帖，叠穿毛衣更是带出了红毯上的秋日时尚，加上影后的表现力和眼神都很出彩，硬是捂得最严实，也还是把时尚感明显的展现了出来。看来曾经的红毯被挑剔女王已经一步步的找到了自己的红毯风格了。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稳定发挥，红毯向来还是比较稳的宋佳这次就有点翻车了，不知道是礼服搭配的问题还是宋佳真的长胖了，整个造型都感觉有些臃肿，对比过往红毯上的宋佳实在没法让人夸一句好看。同样翻车比较明显的还有新晋红毯杀手秋天，他的身材硬件相当优越，过去也找到了正确的红毯风格，但这次的造型确实失败了。复古风不但没穿出来，反而显得有些老气，红毯上的比美犹如战场厮杀，一刀一枪都得够劲儿。如果你有优势，不用要扬长避短，何来气势碾压群芳？风波过后，红毯归来的张钧甯这晚的造型并不复杂，一身黑色吊带流苏短裙现身，在强烈背景色的映衬下，整个人好像有些疲惫。不过姐姐整体状态很好，身材也很绝，紧实的身材线条把所有状态疲惫扣分都拉回来了。42岁的汤唯也罕见现身红毯，而一出现就放了个大招。别看她整体造型十分简单，整套黑色西装外面加了薄手的外套，画的还是淡妆，披散的长发甚至有点乱，但就是让人眼前一亮，印象深刻。她这套造型最特别的就是实在没什么特别。等等，我好像说了一句废话。总之汤唯这次没穿礼服，就穿了一身深色西装，设计也不够吸睛，换成别人基本上是本轮红毯过客的水平，但内搭的一点点性感心机一下把御姐的韵味呈现出来了。汤唯本人的气质又把这韵味加强了，尤其是优秀的体态也为造型加分不少。超模方正从来都是红毯表现最稳的群体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杜鹃穿了一件粉色中裙，依然是那么的高冷和贵气，粉色稍微中和了杜鹃的冷清，站在花墙前像一个冷傲的花仙子。鞠晓雯这次选装刚好和背景墙撞色，撞得明明白白，但整体捣蛋小天使的气质是对的，最后对着主持人自嘲太可爱了。红毯从不出色新人何穗一身露背长裙亮相，暗红色从来是红毯大忌，分分钟会显得老气，但在她雪白肌的衬托下，竟然也穿出质感和时髦感，肤白貌美就是傲气，不服不行啊。但最让人佩服的还得是大表姐刘雯，一身裤装飒爽风已经很帅了，最帅的是发现自己的土橘色露肩皮衣和背景墙撞色，她果断一个步子迈到另一面紫色花墙面前，这反应没话说了。事实证明，只要硬件够好，反应够快，气质够飒，穿着长裤又遇上上衣撞色，也照样能在红毯上大杀四方。当然前提是你得是刘雯。2. 男神同台走秀。看完了女星们，再来看看男星们。红毯上男星的表现向来以半斤八两，大家都不出错闻名，但这场竟然分出了高下。红毯紧绷型的代表是黄觉，总觉得这身西装好像不合身。白宇精神状态不错，剃掉胡子后越来越帅了，但这个素人般的发型就很难让人夸出口了。好在角色滤镜还在，演员想硬气还是得靠作品说话。新晋流量龚俊本场总算找到红毯感觉了，颜值和穿搭都一点没有毛病，哪怕眼底还有些红血丝，依然有种贵公子的感觉。只是他摆 pose 的感觉太有俺最美的味儿了，这个铁憨憨还真是不改本色。张一轩感觉也是衣服不合身，但一个插兜动作就缓解了尴尬，暖光下看倒是别有一番不同。他原本皮肤白净，气质纯净，光线一变，眉眼也跟着变化，男性的魅惑呼之欲出。3. 耍大牌换顺序，想事故不断。红毯造型固然令人期待，不过大家最关注的怕是台前幕后吧。别告诉仪态你没有看热闹的想法哦，因为我绝对信。哎呀，不卖关子了，作为一场久违的红毯秀，这次的意外确实不少，常见的不常见的都见了。不知是疫情影响还是主办方工作没做足，到场的明星一直都是稀稀拉拉的，红毯主持人功力不足，红毯上的采访的对话也显得好不尴尬。当晚讨论度最高的话题更有趣，不是明星的红毯造型，也不是私下的小九九，而是谁在耍大牌。其实在红毯之前，明星出场顺序就已经被网友透露，直播红毯一开始也是按照这些顺序，杨笠打头，然后就是几位国内比较知名的模特，杜鹃、刘雯、吕燕等都按顺序出场，大家也都比较配合。
但是从宋茜上场之后，几位明星的状态都有些奇怪。红毯先是停止了几分钟，然后就是宋茜走上红毯，一袭黑色齐肩长裙吸引了大众的目光。但是在面对主持人采访时，再加上一部分头发遮住了面部，宋茜回答时面部表情看起来就比较冷漠。而接下来上场的杨幂也是冷淡的面对主持人的提问，哪怕是在对方提问的间隙，杨幂也是频频望向别处。从镜头中也能看出她脸上的不悦，似乎是急于想下场。而在这之后，更是再次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。红毯上无人可走，主持人也退出镜头外，没有任何铺垫的话语。作为一场红毯的直播，确实是显得非常的尴尬。网友爆料，有这样的尴尬情景的出现，是因为红毯上有人耍大牌，打乱了出场顺序，明星们才开始有异常表现。在男星白宇、龚俊、张艺兴上场后，只剩压轴的汤唯没上场，而在这两部分之间，更是再次出现了长达近5分钟的间隙。要知道，无论是明星红毯还是晚会直播，如果不是出现重大问题，已经安排好的顺序是不会更改的。毕竟这要涉及变动的不只是顺序，还有明星咖、现场多人调动等多方面的问题。仔细看会发现，在这场晚会中最大的变动就是从宋茜出场顺序开始。原本她和曾美惠孜的前后顺序变动，而曾美惠孜上场的时候还戴了墨镜。要知道这场红毯是在晚上举行的，戴这个墨镜其实大可不必。难道是真的后台出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想用墨镜掩盖一下表情？原本在出场名单倒数第3位的杨幂提早出场，而且造型似乎也并不是显得充分准备。在下午的时候，工作室出图时，杨幂头上是有类似摩登丽人的装饰品出现的，但走红毯时，杨幂头上并没有戴着，不知是不是突然调整了顺序，造型来不及做，所以在红毯采访时有些不耐烦。此次 Vogue 红毯出现事故，不仅影响了艺人的心情，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无妄之灾。不过能看到这么多明星齐亮相，还是蛮开心的。对此你怎么看的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